这也是我们讲新自由主义的那个学习里边特别多的是强调人的学习能力。如果是就业的困难、贫富的差距这样一些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都会把它转嫁到个人身上，是你的终身学习的能力。所以用个体的学习去解决刚才那些政治经济非常大的那些问题，这个是对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背后的一个批判。大家好，我叫刘云山，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从2016年开始，每个毕业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邀请30到50个毕业届的同学一起来回顾他们本科4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从中学到小学，他们的学习的经历，他们成长的体会。在这个成长的故事背后，我们会一起来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蒙西精神，或者说是时代的病症。在今天啊，这样的一个精英的傲慢，或者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被检讨，与其是批评他们，不如更多的来看他们身后的那些制度的逻辑，或者说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学，或者被热情的传销，或者被激烈的批判。我更愿意在看这些成功学是怎么在教育场域里边被制造、被生产出来。当然，这样的一些成功学又是怎么侵蚀着、改写着、异化着教育的实践。那么，我下面会出场的会有学生，有他们的名字。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杨强跑。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有神童，也乐意塑造神童。3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给他买了第一本字典，教会他学会怎么查字典。3岁半的时候，他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误打误撞做会了奥数题。上小学的时候呢，就可以轻松地读报纸，读没有插图的格林童话，背乘法口诀，掌握了勾股定律。他一路就开始往前走。小学2年级开始了系统学奥数，小学3年级学了初中的英语，小学5年级学了初中数学，小学6年级学了初2的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备的古诗词。他尝到了抢跑的甜头，因为抢跑一直让他有一种很强的正反馈。在班级里面，别人是学新知识，他已经是复习。因为成绩好，所以他深得老师的信任，也因为成绩好，他总是可以去给别人出题。那他到底是一个超常的孩子，还是他不过是超前的学习？抢跑它有甜头，但是抢跑它也有代价。到了他初3毕业，到了一个很好的高中，在高中的时候又进了一个重点班的时候，他发现他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学会学习。他不过是在培训机构里面学了一些解题的套路，他既没有很深入的理解知识的原理，也不具备着举一反三的能力，他只是熟悉机构给他的各种例题。那么这样的一种抢跑，让他在知识的领悟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上是长期停滞不前的，而且还非常坏，他习惯依赖于机构。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也发现抢一步赢一路也不再是他个人制胜的一个秘诀。同班的多数同学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那么他上了数学实验班，让他吃惊的是，班里的同学都已经学完了课程，所有的新课对于同学来讲都是复习。老师把学生已经学过一遍，被默认为是背最基础的前提和水平，因此在课堂上是直接的提高或者是拓展。为什么洋抢跑变成了洋抢跑门？他们为什么普遍的在超前的学习？这个是由来于新世纪开始的第8次课程改革。在这个课程改革里面，非常大的一个要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是要减轻知识的负担，要改变在过去的学科知识里面繁难偏重的知识传授，要更多的让学生自主的学习。老师不再是知识简单的传授者，而要变成学生学习的激发者，是你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最为重要的是要检查你对知识本身掌握程度如何。
那么在这个背后，我们就会看到校内在不断的减负，老师要少讲，那学生学不明白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只能是出去，对吧？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校内的知识减负和校外的培训之间到底是怎么镶嵌在一起。那么在教培我讲1.0版本的时候，早期是校内在学基础知识，在校外呢，或者你吃不饱你去拔高，或者说你没学明白你去补一下补漏，拔高和补漏是一个辅助性的。那么到了杨强跑的这个2.0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普遍的在校外在超前学习，而校内在提速，不断的提速。那么高中3年的可能高1就学完了，剩下2年我们都在复习，都在做题，以题代学，以题代练。那么到了3.0版本的时候，会发现，尤其是在很多素质教育的中学，他在校外系统的去学习知识，校内在输出能力。在校内他体验，他可以碾压别人的某种成功。那么在这样的改革理念里面，学校内部呢是用学生主动的学替代了老师的教。那么老师在这个背后是被弱化，他过去是讲台上站在学生前面的知识的讲解者，今天要让他站在学生的旁边，只是陪伴者，不过是他各种数据的分析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会发现家长开始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这些精明的妈妈不仅要规划孩子学习的内容，报的班，还要选择哪个机构的老师，还要去选择他的伙伴是谁，跟谁的孩子在一起学习。同时呢，在教育当中流行的是自由、你的兴趣、选择还有效率，这个背后其实是新自由主义一套的教育理念。那么校内的减负之后，学业到底在哪发生？外包出去了，对吧？我们会看到，在北京的海淀，3点半下课以后，黄庄很多的机构在当时，学生5天在校内是比较轻松的学习，可是周末的2天在各个机构之间密集的穿梭，孩子看起来是自主的学习，可是和校外的培训以及多元的选择和课程这样的一个项目超市之间，不同的成长赛道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教育生态。那么在我们熟悉的讲的这样的一个优绩主义的1.0版本里边，更多的是靠一个孩子他个人的他的智商加他的努力等于他的成就。那么这也是大家以前诟病的应试教育。20多年前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一个学校里面，学生就在给我讲说，我们班总在做龟兔赛跑。小学2年级的学生说，为什么非要让龟兔来赛跑呢？为什么不比赛憋气呢？为什么不比赛背重量呢？如果比这个的话，乌龟不一定会输。但事实上，我们当年的那个制度里边，它绝对不是一个全能的运动会，它就是一场赛跑。可是到了后面，有同事提醒我，你怎么不看今天的情况是开着宝马的乌龟入场了呢？开着宝马的乌龟入场和这个赤脚的兔子怎么比赛跑步呢？那这个宝马车是怎么开进来的呢？家长主义开始兴起，是你家庭的资源，再加你的孩子的兴趣或者说他的偏好，你们在做什么样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赛道？选择什么样的课程消费？就是这样的一个2.0版本。那么到了3.0版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名校垄断着非常多的资源，你能不能上一个好学校？这个时候我们在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可是人民要进的学校却越来越贵。这个好学校取决于学校所拥有的资源，它的赛道是不是很多元，它有没有竞赛获奖，它有没有竞赛的老师，它对整个考试整个规则是不是熟悉。更为关键的是，教育当中最优质的资源其实是那些拔尖的学生，有拔尖就一定有掐尖。那么在这个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学习者中心背后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它的第一重逻辑是解放，要把学从教当中解套出来，要让学校对学生松绑。好像
松绑了以后，这个孩子就会自动的在那快速的学习。那么这个背后是一个自主的学习者这样的一个意象被建构出来。自主的学习者一定是训练以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天然他就会自主的。这个是一个悖论。那么这个背后呢，就会发现，那老师真的少教以后，学生就一定能够多学吗？你把学生解放了出来以后，他真的就会自主的学习吗？就课程改革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要害是，过去我们的老师是教知识的，是有教学大纲的。那么到了后来呢，就是在以学生为中心以后，更多的是要让学生的学习行为来表现。那么这个学习行为来表现，就是要求你在几分钟之内做出几个答案。这个背后就是看的是学生可表现出来的一个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能力，知识被弱化，更多的是学生表现出来的能力，因此评价会非常的重要。以儿童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它本来是很开放的，但是它却套上了严密的行为指标的这个铁格。学习行为不过是在纵横交错的格子里面不断的打卡通关，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淡化考试，高厉害的考试不好，我们要用日常的评价构成他的学习。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孩子每一天都在评价上不断的像一个小白鼠走铁格一样，不断的在那个地方走。那很多宝宝成长档案、宝宝成长日记，对吧？家长们、孩子们每天都在这里面非常繁密的记录。在学生自主的学习的旗帜下，又叠床架屋有了一个控制细密的一个指标迷宫，它在这个指标迷宫里面不断的往前走。讲知识不重要，有一句话是非常有煽动力的，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好像知识就不重要，更多的是你这个孩子的能力，对吧？驾驭未来的能力。那能力和知识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假设这样的有脱离知识的能力，假设这个能力和经验没有关系，和他学的具体的学科、具体的问题领域没有关系的话，这样的一个能力观，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是潜能，这个潜能是什么呢？潜能是他在同期学生里面的相对的位次。比如说北大的招生，它经常是0.3%到0.4%，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它是在10000个人里面的3和4。那么这样一个能力观和潜能，就催生了一种高度抽象的、高度形式化的学习和测验，而这些学习和测验就和书本的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他对日常事物的理解，就慢慢的脱节了。取代书本和丰富的教育生活的是学案，是学生们在不断的刷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学校就有了学案、题库和试卷开发的系统。老师们不再是研究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更多的是或者是出题，或者是购买题库，变成这样的一个研发系统，在琢磨着高考的指挥棒，中考在考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大数据学情诊断系统。刚才的那个小欢喜里面，你们会看到那2个家长在那个地方看孩子的那个成绩曲线。比如说你的孩子在海淀区，如果是2000名左右，那你可以去哪几所中学？那在这个背后，你的哪个科你的成绩不大可能提升了？在什么科目里面你还有提升空间？然后我们再接着分析，在这张卷子里面你还有什么样的题目可以再去训练你，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有针对性的在很多这个题库里面去调一些题型来对你专门在训练。杜威特别多的批判说，学习不是做这个什么肌肉训练。如果你只是训练这个肩上的这个二头肌，你反复训练就好。学习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培训就是这样，针对某个点上，它非常的有效，它确实能够快速的提高你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背后，你会看到整个教育系统就被魔幻成了一个大型的数据监测、侦探、挖掘、分析、改进的系统。每个学生呢，都穿上了一个电子的隐身衣，
老师们拿着电子诊断单给他开出有针对性的学案、题目和训练册，然后再谨慎地预判他的位次。那么这个电子隐身衣同样也照在每个老师的身上，对吧？你的业绩如何？你今年的这个清北率怎么样？同时还照在每一所学校的身上，也照在我们当下社会每一个人、每个部门上面。学校在这里面成了这样的一个优机主义的实验场，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域里边，在塑造着他们的惯习。那么这个学生他说的是，高三啊，这个学校为很多年级前20名同学拉了一个群，群名就叫人上人，好像他们只是几百个考试机器里面运行效率最高的20台。本来是一个共同的学习，面对着知识，面对着开阔的人生，但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的，不过就是你上去我下来，是一个非常高竞争的人和人之间直接的高度竞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长托举他，在老师像保姆式的心理陪伴和驯兽一样的这个制度驯兽之间，这个把每个人当成对手的人上人，他的心理感受会是什么？他今天的脆弱，或者说是他的孤独，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逻辑？我们可以去体察啊。那么这个陈省身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他给科大少年班当时的题词是你不需要考100分，因为原生态的孩子一般就考个70、80分，你要考100分要训练很多倍，要训练得非常熟练才不会出小错。可是要真正100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要给土壤里边施10遍的化肥，最后孩子们的创造性都被磨灭了。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提不出好问题？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在练习某种套路。比如说老师们他们最早去琢磨套路，这个套路的实质呢，就是把一些知识性的工作把它拆解成了一个操作性的工作，他要把复杂的工作不断的标准化和程序化，再把它编成相关的学案和套路，让学生大体量的去刷题。背后是一个泰特的教学模式在盛行，而这样的一些套路是我们的当年的培训机构和重点中学的考题试卷和教案获得极大利益的一些秘籍。我讲这个泰特生产模式的时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之前我的一个同事到东莞，他上东莞的那个生产布娃娃的那个车间里边，坐着一排女工。第一个女工画布娃娃左边的眉毛，第二个画右边的眉毛，第三个捏鼻子，第四个画嘴唇。那么你这一天的工作永远是画左边的眉毛，那大家可以想象你会犯错误吗？你不会犯错误，你的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你根本就整个体制不会给你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的高效背后，你跟这个布娃娃之间，你的工作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在这个背后呢，是不要求这个劳动者具备基本的智力，但是他需要忍受单调的工作，要有单调工作的意志。比如说一张卷子，他刷10遍，要刷10遍，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这学生写的，花10个小时来做这张卷子，花2个小时来做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小时你还会有瑕疵，还有没掌握的，100个小时你是在反复的练。这个学生他说，你要熟悉到看到复杂的理科题目，要迅速和准确的在评断，他是在考什么原理啊，在考什么知识点啊。文科考试呢，你也要不断的揣摩出题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呀。因此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理解根本就不重要，你更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出题人他心目中他想要的答案。甚至到今天，你经常在问一个年轻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直愣愣地看着我，你想让我给你什么答案？你在问我什么？对吧？寻找标准答案，这个学生说是我在高考之前人生阶段最主要的矛盾。为此他可以从早晨7点一直做到晚上11点，在不断的做题、总结、反思的流程里面无限的循环。
那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标准答案里边，他相信会有唯一的答案，也相信会有一个最优解，这成为他们成长的一个基本的惯习。因为考试总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质疑老师讲出的结论。因为害怕不确定，因为害怕有瑕疵，因为害怕有破绽。其实瑕疵、破绽和不确定是新知识可以生长，是经验可以真正增长的那些可以生长的那些可能性。但是如果你有不确定，就意味着考试分数可能会更低，这个在心理条件上直接就会给学生一种恐惧。也因此这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教育里边，就会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他只有对和错二分的是或者是非，也失去了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他脑袋里面是教条。这样的一套教育体系里面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走进了大学以后，就陷入了一个第一个忙碌，第二个茫然，第三个忙是盲目的这样的一个囚徒困境，彼此之间展开了一个筑底，就是筑底看谁能把分拉得更高，就你们说的卷，这样的一个筑底竞争。这段话呢是清华大学经管院以前的院长钱颖一教授，他请清华经管的同学们来看一下自己大学4年到底在干什么。他说每个学期呢要有30多学分的课程，4年里面要做 N 个社工 M 个实习，还要做不知道多少的案例竞赛、歌咏比赛、体育竞赛，各种各样的竞赛。最不幸或者是最有意思的是，周围都是一群最聪明的学生，而且每个人的想法都和自己非常的相似，大家都在同一个维度开展着对同一个品牌的竞争，他们陷入了对 GPA 的囚徒困境。这个 GPA 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群体当中的相对的位次。那么中间那个盲其实是去导向 disorder 这里面是一个孩子从高中到大学，他是需要一个自主的去探究，要形成自己的准则，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甚至是奢侈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害怕，我们躲避这个盲，我们又用这个后面这个盲就是大家都是跟着大家一起同一个品牌的竞争，用这个盲来导向某一个看似相似的标准，又用忙碌来不断的提升标准，那背后都是在回避你很可能应该在这样一个茫然期间展开的自我教育。所以在经典的大学理论里面，我们在讲大学是一个自我教育时代的开始，在大学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探索，茫然的探索，要来不断的塑造你自己的内在的生活，通过你的理性和力量来驾驭你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要通过知识，通过学科打开一个小我，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要阅读不同的心灵，同时呢要和身边的人不同的人去打交道，而且要建立一些可信任的稳定的关系，对吧？不管是同学的关系还是师生的关系，大学的世界应该自我教育是让你慢慢从一个小我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边，也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让自己的内在精神能够变得更充盈更充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今天的自主教育，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它更为重要的一个意涵，更像是一个自我调控的学习，或者是自我监控的学习。意味着首先你要知道你学习你的标准是什么，你做这个事情你的计划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你和这个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什么，这个差距背后你要去实施什么样的策略，这个策略实施以后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评价，要做一些什么样的 review 检查之后还可以改进什么，改进以后要提出一个新的计划，确定新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循环。这个周期性的循环，他的眼睛是在看向外在的世界吗？没有，他不断的是在评价自己的能力，走向一个看似高效能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出来的学生，
他一定习惯的是他的目标要非常的明确，而且规则是要非常清晰。你只需要做到努力和投入，成功就是可以期许的。所以很多学生来跟我讲，衡中真的是个乌托邦啊，因为他有清晰的目标，你目标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做的就是决定你的投入和努力就好了，成功是必然而来的。但是今天离开了衡中，离开了这样一个一切都清晰确定的行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铁格，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奔涌的水流里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学生如此在意评价和考试。那么大学老师看来，评价呢不过是检测，是个辅助性的手段，对吧？考你的知识能力，是一个考察你的知识掌握能力获得的一个辅助手段。可是在学生们看来，评价本身就构成了目标本身，所以他打卡通关目标，他从小就是学业评价、综合素质的测评，然后要清楚的知道赛道，要不断的去对标别人，这样找到对标者。评价制度不仅影响着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还塑造了他基本的习惯和性情。教师当然很困惑，这个物理学的资深教授他会说，今天的学生学习能力很强，只要是有答案的题目，他很快就能解出来，但很少有人主动来提问题。选课的时候常常也会有性价比，他考虑的是课程的评分、课程的投入，还有课程的收获。那以前的学生他是不去问这么多的，他是进到学科跟着老师做。今天的学生他不是那么信任老师，也不是那么信任学科，他反复的在问这是不是合适我，我的胜任力如何，或者说他更多的是在看他的那些学长，尤其是选择他走出不同赛道的那些学长，他们的成功的秘籍是什么？赛道之路是怎么通关打卡走出来的？因此，学长比老师更重要，或者说，在这个时候，老师就更像他在中小学所习惯的，或者是严酷的教练，或者是他的保姆，是他的心理医生。化学一个实验老师说，他带了将近30年的实验课，现在学生知识水平比过去要高很多，操作能力呢也不弱，但是他选择做项目的时候，他都要选择难度系数低的，或者说是难度系数可控的那些题目，也就是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和实验结果的那些研究，要在单位时间里面能够做出结果的那个实验。那些有挑战的、有不确定的，或者是有风险的实验，他是不会选择去做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看学生他在不断的选他的赛道、选他的项目、选他的绩点，构成他的课程组合。那么本来你面对知识是有边界的，是有个掌握尺度的，但今天的考试不完全是在考你对知识的掌握，更多的被置换成一个在同等选课当中你的相对的位次。知识成为中介，可以随时被替换成你可以做项目，你可以做本科科研，你可以做挑战杯。重要的是你在群体当中的相对位次，你能不能够保持在前20%，或者说是前10%。很聪明的学生说，我在大学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学会学习，学会学习背后呢，策略是比知识更重要的。要从过去的做题家总是在揣摩出题人的心事，你今天要变成命题者。非常聪明的小孩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叫敏的学生，他说我将走进的社会，首先是一个做题的社会。如果你真正掌握了做题的秘籍，顺应了规则，内化了规则，你就可以如鱼得水。做题背后是要掌握规则。那么他说，做题的精髓不在于练手，做题的精髓是在于训练你的眼力。你怎么能够有出题人的见识和心态来面对着这个世事？我们还讲学会选择，那选定了以后就意味着，也很可能就是你得之也坦然，失之也接受，对吧？你会对他有某种责任。
不管是你选一个学科、选一个机构，甚至是选一个伴侣。但是今天的很多人他怕做这样的一个承诺，因为他怕走到一个责任关系当中，好像一旦选择的完成，就意味着他被某种关系去套牢了一样。所以经常就是选而不择，保持一种自身的灵活性和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随时游走，他能够见机行事，见到势力不好就逃走这样的一个自由。那这个学生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从中学到现在，我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要保有最大可能性的那个选择，因为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既然不知道喜欢什么东西要做选择，那就要最大的保有那个选择的可能性，那就保持最高的基点，因为基点最高是表明我在这群人当中是我来第一个选的。那他说毕业以后我也不知道30岁我会干什么，但是我发现我现在脑袋里面除了想做 P8 就是那个互联网里面一个很高薪水的那个职位，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其实在选择背后是投身啊，是认定啊，是一个契约啊，是一个内在契约。一旦选择完成就意味着承诺，但是现在他怕这样的东西。那教育里面我们经常在讲，并不是一定要有一种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什么都不愿意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大概就是一直是在跟着这个潮流，跟着这个势头在不断的走。而人的成长中常常是需要一些否定性的力量，是需要有所取舍的。只有你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才可能真正获得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说他要习惯居高临下，而不是能够置身事内的深刻的进到一个事情里边，他需要的是站在外面，站在高处来了看。他说这样呢，你才能够定位自己，既知道我的位置，也知道我的同伴或者说我的对手，还要知道全局。这个局势又是不断的变动的，这也就是我说的，他们更像是猎手。猎手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既要知道猎物，还要控制猎物周围的环境，还要评估自己的风险，评估自己的能力。他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做相应的调试，其实是构建了自己的一套 GPS 系统。那甚至有学生说，我一进到一个机构里面去，我马上就在布局离开，我并没有想着要长时间的深入的稳定的，或者说是那个长时间的专注的一个全神贯注，没有，他都是在考虑多重猎物、环境、自身的能力、可能的机会，在这样的多重考虑里面，随时在布局，随时在离开。如何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呢？他说在学业成绩、实习、学工和社会实践部分环环都是相扣的，哪一个方面如果做不到，都会影响其他方面。一步不如人，步步不如人，一步错，步步错。那么我们整个体制并没有容错的空间，所以它是一个6边形的战士，你每个部分都要做得最好。但怎么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高阶能力呢？高阶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进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当中去，它需要的是一个超注意力。这个超级是浮在事物表面上的那种表面的注意力，它在多重任务、多个信息来源和多个工作程序之间不断的变换转换焦点。那么这个高阶能力非常强调灵活性，也就意味着它机动，他要随时离开，随时要去重组，他以专注无缘，他不会为一件事情着迷，所有的事情都是随时可以起身进到另外一件事情，或者对任何事情他都变成是一个没有差别的投入。那么我们这个学生，我把他称之为是明，因为他非常明白这样一套规则。他认为认识自己，大学非常重要是认识自己和塑造自己。他把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命题、复杂的命题简化成认识我自己，那就是我的量化的自我。我的指标是什么？哪些指标可以来凸显我自己？他说要掌控好自己的指标，让他可以目见、可以利用、可以去兑现。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大家都看到他们的那个小本本里面都有一些任务栏，每项都在标那个进度尺。
要把常规的工作项目化，这就意味着他要和事情之间不断的划定边界，也就意味着要估算投入，评价它的效率，这才会有刚才那个化学教授他在谈实验的时候，总是在想这项实验要我投入多少时间，他可能获得的成效是什么。但大家知道，科学研究做实验，它是一个无底洞，你现身以后是不那么是身心都要进去的，不是可以清楚划界边界的。那这位同学说的也非常有意思，我能和任何人都共事，我们讲协作能力是我和任何人的共事，这是一个潜力的社会公式。这一能力在于和任何人共事，不管他是谁，跟情境没有关系，跟深度交流没有关系，跟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也没有关系，他不过跟你是共事，是各种各样的搭子，对吧？饭搭子、酒搭子，各种各样的搭子，但是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一个深刻的、持久的人和人之间可信任的关系。那么这个明呢，也提炼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他总结出自己的核心成功的 KS， 就是核心成功要素。他首先你要预判风险，在30%的成功率的 A 和100%的成功率 B 之间，你选择 B。第二呢，你要掌握边际收益递减的这样的原理。绩点你拿到3.7不难，但你要增到3.8和3.9就会很麻烦，时间很多，收益又不大，会挤压其他时间。这个时候你就要不能降维，你一定要升维。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不要再做加法，你一定要做乘法。比如说你可以做学工或者做科研，而不是仅仅是在 GPA 上去把绩点提得更高，是这样的一套核心的成功要素。另外一个同学是我们把它称之为达，他很能达到目标哈，他是高效掌控管道里边的高手。掌控塑造了他的日常惯习，他也活成了这样的一套掌控机器里面高效且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一旦他离开了这个管道，他的生活就会崩塌。他说，其实成长过程中就一直是升级打怪，升级打怪本身就非常的刺激，你一定要问我意义，这个意义会让我困惑，他会逼迫地想我到底要做什么，这让我很惶恐。你这样的提问让我从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被拖出来，一拖出来，原来生活节奏就崩塌了，我也就回不去了。那么这个达他发现一切的瑕疵，一切的 bug 他都会视为是 bug， 他都可以去修正去提升。他相信一切都有最优解他没有恋爱，因为他没时间。他拿不出这个时间，比如说每周1个下午的时间，工作和学业都排在感情的前面，跟别人相处他觉得他不行，或者说他觉得他没这个耐心。他说这个爱情常常是不受控制的事情，但是我要做的是要控制我自己。那你接着再问他，那你不需要你这个情感怎么来解决？这个情感是个什么问题？他说我比较擅长情绪管理，我的情绪也没有大问题啊。如果我意识到我的心理真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预约心理医生啊，他会用他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刚才讲的是农夫他是延迟满足，他需要的是信任和投身，他沉浸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当中，把自己交出去，他是开放的，对命运、对事件、对生活的际遇本身开放、接纳而且包容。他会在一个领域里面生根，他需要的是忘记了时间背后的那个专注和沉迷。但是今天的更多的这个猎手，他是在讲适应性。这个适应性让他变得非常的灵敏，又非常的机警。他会对环境和任务非常的敏感，要对每个任务的可兑现率也非常的敏感。他不能深度的投入，他和别人之间和事情之间都要强调边界。他一直在计算得和失，辗转和得和失之间，所以他其实支撑他背后的是冷静的计算，甚至是对猎物有限的热情，更多的是冷漠，拿到以后就丢掉，眼睛又会被下一个猎物所吸引。非常有意思的是，整个世界也发生这样的。我们
变化。之前我们会看到 X 一代，对吧？在这个时期，猎手刚出现的时候，他从科层制的机构里面出来，你会看到他享受的是流动，他不愿意也不想追求终身的工作，他渴望终身学习。这也是我们讲新自由主义的那个学习里边特别多的是强调人的学习能力。如果是就业的困难、贫富的差距这样一些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都会把它转嫁到个人身上，是你的终身学习的能力。所以用个体的学习去解决刚才那些政治经济非常大的那些问题，这个是对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背后的一个批判。那么到了几十年之后，到了千禧一代时，我们会看到当时独立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工作者，他的独立变成了一个漂移，从在科层制里面稳定重复的工作里面的无聊，到了不断的焦虑，而且他非常强调弹性。弹性背后是你能伸能缩的，你能够不断的适应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文化，对吧？这个适应背后要像变色龙一样，更为关键的是你不需要有内在的原则、内在的坚持。我们还会看到多重经验背后那些斜杠的青年，他要的是不断的自我塑造、不断的自我定义，而在这样的一个和潮汐一起奔流的这样的一个弄潮儿背后，常常让他通往深刻的倦怠。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里面，他被要求对自己的学习结果高度负责。这个学习能力关乎他未来的职业素养、工作胜任力，乃至一个快速变动世界里边那些可迁移的能力和终身的学习能力。在这奔涌的时代潮汐面前，他怎么才能够变成一个不败的弄潮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睛被训练的既灵敏又目盲，他永远把目光盯着目标，而这个闪亮的目标之后的那些东西都视而不见，而更多的关系、更大的世界对他来讲他看不到。他在一个非常孤零零的头脑里边，他砍断了一切联系嘛。他在一个孤零零的自我头脑里面构建了一个高度形式化而且体系化的 GPS 定位系统。这个定位系统把他拉向远方，又把他和身边具体的他人、近处的人、近处的事情、近处的世界完全割裂。那么他到底是离世界更近，还是离世界更远？或者说是他所心仪的这个世界正在到来，或者已经到来。我们看到的是技术的更新、资本的流动，一切坚固的东西好像也都在烟消云散。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高效的、有质量的教育，如同一个悬浮的管道。它的每个接口都在过滤，筛除更多，留下更少。这个悬浮的管道又如同一个纵横驰骋的高速公路网络，好像构成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妄的世界图景。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谢谢。